今年 A 股持续下跌，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比如经济下行、多家财富管理公司暴雷或者破产清算。但很多人说雪球结构产品面临敲入线，是压垮市场的另外一根稻草，甚至可能引发雪崩。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之前几乎没有人说清楚这一点。我要告诉大家敲入线其实类似熔断线，都会产生磁吸效应，引发市场加速下跌。大家耐心一点，听我慢慢解释。今年1月，深成指和创业板分别下跌14%和17%，都创下了2016年熔断以来的单月最大跌幅。2016年1月4日和7日，沪深300指数先后下跌5%和7%，触发4次熔断，全天停止交易，整个市场都被吓傻了。上证综指、深成指和创业板在1月分别下跌23%、26%和27%。虽然后来市场反弹，但由于春节临近，大部分股民并没有抄到底。为什么要搞熔断制呢？原来2015年6月12日，我生日这天，股市见顶，股灾发生后，有专家建议实施熔断制，希望暂停交易，让股民冷静考虑。我当时就指出，熔断制呢会引发磁吸效应，股民看到熔断线临近，不是冷静考虑，而是加速卖出，以避免停盘时市场完全无法交易。熔断线反而会像磁铁一样引发市场大跌。2015年12月和沪深300指数挂钩的2档熔断线5%和7%公布时，我儿子刚在医院出生，我都来不及照顾，马上写文章说这2个档位设置极不合理，估计1年内5%的熔断线会被触发50次。而美股设置熔断线的目标是尽可能不被触发。在美股2020年4次熔断之前，大盘熔断只出现了1次。我很可能是国内第一个提到磁吸效应的人。2016年1月，证监会研究院邀请我进行内部交流，我建议尽快取消熔断制，因为和涨跌停板制度不相容。到4月，证监会就正式宣布取消了。我们再来看看雪球结构产品。我之前的视频已经做了详细介绍，大家可以关注后找到观看。它是券商资管作为卖方发行的一种与投资者买方进行对赌的产品，与投资者社区雪球网站没有1毛钱的关系。有模拟测试发现，与中证500挂钩的雪球产品在84%的情况下是盈利的，但是只有5%的概率在合同期既不敲入也不敲出，获得15%到20%的高息。在低利率环境下，这些高息是怎么来的？很简单，雪球的卖方最喜欢的情况就是中证指数在敲入线和敲出线之间上下震荡，这样呢，他们就可以通过期货市场不断的买低卖高来获得交易利润，再以高息形式分一部分给雪球的买方。这种交易呢，有个复杂的名字叫德尔塔对冲。正常情况下，指数有涨有跌，卖方总能赚钱。但是，一旦出现指数只跌不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买低后无法卖高，亏损呢就会不断累积，最终不得不在更低的价格卖出来止损。当中证指数临近下跌20%的敲入线时雪球的卖方呢就更加需要止损，因为你不这么做别人也会这么做。特别是一些雪球的买方也是机构，他们也会采取期货做空来对冲自己买入雪球产生的亏损。换句话说敲入线就类似熔断线，都会像磁铁一样吸引雪球的买方和卖方加速卖出，加剧市场下行的压力，叠加其他压力，市场就会雪崩。有种说法是，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分隔，雪球敲入呢不会对现货市场产生太多的影响。但别忘了，现在量化基金赚钱的策略之一就是在期货和现货之间套利，因此不能低估雪球敲入对现货市场，也就是股票市场的影响。顺便说一句量化基金赚钱的另外一大策略也是高频进行买低卖高。市场持续下跌的话，量化也会亏损，为了止损也不得不砸盘。我是夏春，期待本期视频解答了你心中的疑问，期待你的关注与转发。下一期我们继续说说资金超过1000万的股票大户到底是怎么持续赚钱的。